朋友们好，我是江峰。这两天全球的互联网可谓是热闹非凡。就在前两天，美国政府一口气解密了162份关于不明异常现象，也就是老百姓常说的 UFO 的机密档案。不仅有厚厚的文字报告，还有视频影像。川普甚至在他自己的真相社群上发文说，以前的政府都在掩盖，现在我把文件全放出来，大家自己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祝大家玩得开心。很多朋友一听可能觉得江峰今天是不是要改行聊科幻，讲外星人了？您别急，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这份厚厚的解密档案表面上看起来是满足大众对宇宙未知的猎奇心理，但只要您稍微懂一点地缘政治，懂一点大国博弈的官场逻辑，您就会发现这里面的水深得足可以淹没中南海的红墙。今天咱们不但要聊美军传感器里拍到的那些让人头皮发麻的现代妖怪，更要回头看看中国大地上曾经发生过的真实 UFO 事件，对比一下中美两国在面对未知力量时究竟是怎样一副截然不同的嘴脸。咱们先来看看这次美国政府解密档案的背景。如果您仔细观察这次发布文件的官方网站，会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细节。这次 UFO 档案的发布是由带有强烈威慑意味的战争部牵头，联合了白宫、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联邦调查局、太空总署等一众核心权力机构共同搞出来的。这是一个跨部门的庞大工程，代号叫做 Pursuit， 英文全名为总统 UAP 遭遇解密与报告系统。在美国那种错综复杂的官僚体系里，能把这么多平时互相防着一手的情报和军事部门捏合在一起，把压箱底的机密文件掏出来公之于众，这绝对不是为了解答几个天文爱好者的疑问那么简单。川普是个商人出身的政治家，他太懂得如何操控媒体的聚光灯了。当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被他抛出的这个最高机密盲盒吸引过去的时候，他其实已经巧妙地完成了一次政治上的降维打击。在美国的政治语境里，透明度就是最好的政治资本。川普这是在告诉美国选民，也是在告诉全世界，看我们是一个多么自信的国家，我们甚至敢于把军队雷达上那些我们自己都搞不清楚是什么玩意儿的东西原封不动地拿给老百姓看。这种自信对于那些躲在暗处靠着黑箱操作维持统治的独裁政权来说，本身就是一种极大的心理震慑。但是这还仅仅是第一层。如果您仔细翻阅这162份档案，把那些目击事件发生的时间和地点在地图上标注出来，您就会倒吸一口凉气。因为这根本就不是什么外星人随机降临地球的足迹，这分明是一张当今世界最危险的地缘政治热点图。这张图的背后隐藏着中美两国在隐蔽战线上最激烈的暗战。在揭开地缘政治的底牌之前，咱们还是先来满足一下大家的好奇心。毕竟这次战争部放出来的硬货确实足够震撼，有些画面甚至让人觉得不可思议。我们先把时间的指针拨回冷战时期的太空竞赛。这次解密的档案中赫然出现了美国阿波罗登月计划的绝密汇报。1969年，第二个踏上月球的宇航员奥尔德林在任务汇报中明确提到，当他在狭小的登月舱里试图入睡时，看到舱外有小型的闪光，每隔几分钟就出现一次。他甚至报告说，在月球表面附近看到了一个相当大的物体。到了1972年的阿波罗17号任务，美国太空总署的一张照片更是拍到了月球天空中出现了3个呈三角形排列的光点。直到今天，五角大厦在文件旁边的备注依然是对此异常现象目前没有共识，初步分析表明这可能是一个实体物体。如果说月球上的光点还显得有些遥远，那么近年来美军在地球上拍到的这些现代妖怪就真的让人头皮发麻了。档案里有一份2023年的报告，记录了美国联邦特工在美国西部某个未公开地点的奇特遭遇。这些受过严格训练、心理素质极强的执法人员，在连续2天的时间里，从不同的观测点看到了一个悬浮在空中的球体。
报告里的描述非常有画面感，特工们说那个东西看起来就像是电影《魔戒》里面的索伦之眼，只不过没有瞳孔，又像是一个闪着橘红色光芒的保龄球。更诡异的是，这个巨大的橘红色球体还会不断地向外释放2到4个一组的红色小光球。您听听，这哪里像是自然现象，这简直就像是某种具备自我繁衍能力的蜂群母舰。再把视线转向地中海，2023年10月，在希腊海面，美军的传感器捕捉到一个圆形的小物体，这个东西贴着海面极低空飞行，速度大约是每小时80英里。就在美军锁定它的时候，这个物体突然连续做出了多个90度直角转弯。朋友们，稍微有点物理学常识的人都知道，以这种速度在空中做直角转弯产生的巨大劲力，足以让任何碳基生命体瞬间失去意识，甚至肉体崩溃。也就是说，这玩意儿里面绝对不可能有人类飞行员。到了2024年10月，在战火纷飞的叙利亚上空，美军又拍到了一个形状极不规则、亮度极高的白色光球，它在镜头顶部甚至产生了一圈强烈的光晕，停留了几秒钟后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看完这些，您是不是觉得背脊发凉？美国政府坦然承认，这些案例目前都是未解决状态。也就是说，全球最强大的军队用最先进的传感器看着这些东西在自己的防区里飞来飞去，却只能两手一摊说抱歉，我们也不知道这是啥。然而当我们把目光从叙利亚和美国西部转向广袤的印太地区时，事情的性质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外星人的科幻色彩开始褪去，大国博弈的冷酷现实逐渐浮出水面。朋友们，在揭开这些现代妖怪背后的大国底牌之前，先占用大家一点时间。做咱们这种时政自媒体，熬夜查资料、写稿是常态。很多朋友留言问我怎么保持精力，我的秘诀之一就是咱们节目的老朋友普瑞堂黑参。普瑞堂黑参选用顶级的优质人参，经过传统的9蒸9曝工艺精制而成。它性质温和不上火，里面富含的人参皂苷对日常补气养生、缓解疲劳、帮助维持免疫力非常有帮助。我自己每天都在吃，不管是自己保养还是送给长辈亲友，都是一份实实在在的健康心意。请大家多多支持江峰，点击视频下方简介或置顶留言区的连结，结账时输入江峰的专属优惠码 JF， 就能享受全球包邮服务。而且现在还有重磅福利，只要单笔购买满500美元，就免费送您一根顶级黑参，多买多送，上不封顶。养好身体，咱们才能一起见证历史。好，咱们言归正传。在这次公布的视频里，有2段画面引起了国际军事观察家的高度警觉。第一段发生在2022年和2024年之间，美国印太司令部向战争部提交了一份报告，他们的红外传感器在东中国海，也就是咱们常说的东海，以及日本周边海域拍到了一个非常奇特的飞行物。这个东西的轮廓看起来像是一个美式橄榄球，不仅具有流线型的外表，其周围甚至还有3个放射状的突出物。第2段视频的拍摄地点同样敏感。2024年6月，一架美军飞机在飞越中东阿曼湾上空时，红外摄像机锁定了一个快速移动的物体。报告描述，它看起来像是一个倒置的泪滴，更诡异的是，这个泪滴的底部还垂直悬挂着一根长长的杆状物。这个东西就这样贴着波斯湾咽喉要道的海面一路狂飙。朋友们，我们来分析一下这2个地点。东海，那是谁的后花园？那是北京针对台湾和日本进行所谓区域拒止战略的最前沿阵地。阿曼湾呢？那是全球石油运输的生命线，也是北京近年来推动一带一路战略，试图将海军力量辐射到中东地区最渴望控制的战略节点。难道外星人也懂地缘政治，也喜欢在中美两军对峙的火药桶上空盘旋打卡？当然不是。当我们把这些不明飞行物的标签撕下来，您就会发现，这根本就是大国之间的军事侦察与反侦察。那个在东海海面高速穿梭的橄榄球，那个在阿曼湾贴海飞行的倒置泪滴，有极大的概率根本不是什么外星飞船，而是来自大洋彼岸的某个大国。
具体来说，就是中共军方秘密测试的极高空隐身无人机、高超音速滑翔载具，或者是某种我们还不熟知的新型电子战侦察平台。大家别忘了，早在川普的第1个任期内，就曾经有过中共的间谍气球飞越美国本土的事件。当时美国空军为了不打草惊蛇，就曾将其临时标记为不明航空现象。北京的军工企业在无人机群、高空气球和近地轨道飞行器上投入了天文数字的维稳经费和军费。他们非常喜欢利用 UFO 这个充满神秘色彩的框，把自己的那些见不得光的军事试探装进去。如果您理解了这一层，您就会明白川普这次解密档案的真实用意。这是一招极其毒辣的政治阳谋。川普实际上是在隔着太平洋，对着龙椅上那位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总头目喊话：别以为你们在东海、在中东偷偷摸摸放的那些高科技玩具能瞒天过海，你们的一举一动，美军的红外传感器和雷达早就看得一清二楚，连视频都拍下来了。我现在不走传统的外交抗议路线，我直接把他们挂在战争部的网站上，让全世界的军事迷、科学家去围观、去肉搜、去逆向工程分析。你们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的底牌，我现在就当着全世界的面给你们掀开。这就是美国的玩法。我把信息透明化，不仅是对国内选民交代，更是对敌手的一种无情嘲弄。你越是想藏着掖着，我就越是把你放在高倍显微镜下。这让北京的军方高层如芒在背，因为他们最依赖的灰色地带战略，在这种极致的透明度面前瞬间破产。说完了美国人的阳谋，咱们把视线收回到中国大陆。刚才我们说，美国政府敢于把搞不清楚的东西放上网，让老百姓自己去判断。那么同样是面对天空中出现的未知事物，中共又是怎样一副做派呢？这就不得不提中共建政以来那些被捂得严严实实的真实 UFO 事件了。其中最具有代表性，也是最能反映中共维稳本能的，莫过于2010年的杭州萧山机场 UFO 事件。2010年7月7日晚上8点多，正是杭州萧山国际机场最繁忙的时刻，夜幕闷热，候机楼里人头攒动。突然，机场塔台的雷达屏幕上出现了一个未经授权的巨大不明飞行物。几乎在同一时间，机场周边的大量市民、正在降落的客机机组人员都用肉眼看到了一个拖着长长尾迹、散发着耀眼强光的奇特飞行器悬停在机场上空。这可不是什么荒郊野外的都市传说，这是在中国经济最发达地区的国际机场，是几千双眼睛亲眼目睹、无数台手机和相机拍下画面的铁证，更是机场航空雷达实实在在锁定的大事件。为了防止空中相撞，萧山机场被迫紧急关闭了将近1个小时，18个进出港航班被紧急备降到宁波和无锡，大量旅客滞留。这是一起极其严重的航空安全事件，按理说这总该引起国家级的科学调查了吧？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堪称中共官场厚黑学的经典教学案例。事件发生后，地方政府和民航局的第一反应不是去搞清楚天上到底飞的是个什么玩意，他们的第一反应是控评。调查组刚刚进驻杭州，北京的相关部门就迅速下达了指令，定调这起事件涉密，要求所有国内媒体停止跟进报道。您试想一下当时杭州地方官员的心理状态，天子脚下，东南重镇，突然天上掉下个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还导致了机场瘫痪。这事儿如果闹大了，引起社会恐慌，那就是群体性事件的苗头，直接影响政绩和乌纱帽。在中共的官僚体系里，解决提出问题的人永远比解决问题本身更重要。于是在一连串的内部会议和上下级的请示汇报之后，官方给出了一个足以侮辱全国人民智商的调查结论。调查组宣布，没有证据表明该事件与外星人飞碟有关，也没有雷达观测到的实体证据。至于大家拍到的发光体，那可能是私人飞机或者是飞机反光。朋友们，您听听这官腔打得有多圆滑，
一架连雷达都号称没抓到的私人飞机，竟然能让一个国际机场全面停飞。更何况当时很多目击者拍到的照片显示，那个发光体呈现出奇特的管状，而且光芒极其刺眼。哪家航空公司的飞机能反光反成那样？但是这就是中共的逻辑，真相是什么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必须给出一个没有政治风险的说法。哪怕这个说法破绽百出，只要能把舆论的热度强压下去，这项维稳任务就算是圆满完成了。在中共体制内，任何超出体制掌控范围的突发事件都会被本能地视为对政权稳定的威胁。哪怕天上真的掉下来一个飞碟，只要这件事不在中央红头文件的规划之内，地方官员的本能反应就是先用一块巨大的黑布把它罩起来。在中国，天空是党的，空气是党的，连天上的谜团也必须服从党的叙事逻辑。如果说2010年杭州萧山机场事件展现的是中共官僚体系在面对未知时的防御性掩盖，那么到了2023年发生在山东日照渤海湾的另一起 UFO 事件，则彻底暴露了中共如何将不明飞行物当作煽动民族主义进行政治操弄的工具。咱们先来回顾一下时间线。2023年2月初，那颗在美国上空肆无忌惮飘荡了好几天的中共军用间谍气球，在南卡罗来纳州海岸被美军的 F-22 战斗机用一枚导弹干脆利落地击落了。这件事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共军方的底牌，也让塔尖上那位觉得颜面尽失。外交部的战狼们在台前气急败坏地抗议，说美国是过度反应，但私底下北京急需找个台阶下，急需一场我们也能击落点什么的政治秀，来安抚国内那群被煽动起来的小粉红。于是荒诞的一幕上演了。就在中共间谍气球被击落的短短几天后，2023年2月12日，山东青岛即墨区海洋发展局突然向周边渔民发送了一条措辞极其严肃的短信。短信称，接市局通知，日照附近海域发现不明飞行物，正准备击落，请海上作业渔船注意避险。如有降落物落在渔船附近，请协助拍照取证，如条件允许，请协助打捞。这条消息一出，中国的网络瞬间沸腾了，各大官媒推波助澜，小粉红们像打了鸡血一样高潮迭起，纷纷在网上高呼来而不往非礼也，必定是美国的侦察机或者气球打下来给美国人点颜色看看。地方政府的这一波操作可以说是挠到了北京最高层的痒处，成功的把间谍气球被击落的丧事办成了一场万众瞩目的抗美喜事。可是结果呢？雷声大雨点小，这场所谓的击落不明飞行物的军事行动，在微博热搜上挂了整整一天之后，就莫名其妙的烂尾了。官方再也没有发布任何后续消息，没有击落的视频，没有打捞上来的残骸，甚至连一根鸭毛、一块塑料布都没有给公众展示。当外国记者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追问此事时，发言人汪文斌也是支支吾吾，顾左右而言他。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这从头到尾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政治双簧。地方官员太清楚上边需要什么了，在那个节骨眼上，就算天上真的只有一只海鸥，他们也能在报告里写成疑似敌对势力不明飞行物。这就是典型的揣摩上意，只要能帮胞弟挽回一点面子，转移一下国内舆论对经济下滑和外交惨败的注意力，海面上就可以凭空捏造出一个 UFO。 等这阵风头一过，舆论的热情被消耗殆尽，这件事自然就不了了之。反正网信办有的是手段让这段记忆在互联网上被抹除。在民主国家， UFO 是一个科学问题、国安问题，需要严谨的调查和公开的听证。而在中共治下， UFO 就是一个纯粹的政治道具。需要维稳的时候，它是飞机反光；需要煽动反美情绪的时候，它就是正准备击落的目标。说到这里，我们不得不往深里挖一层，为什么中共这样一个号称人定胜天、号称掌握了宇宙终极真理的政权，会对天上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怕得要死？这里面有军事层面的心虚，但更深层次的是意识形态层面的极度恐惧。
首先，我们刚才分析过了，中国上空的很多所谓不明飞行物，其实就是中共军方自己搞的秘密武器试验。比如这几年经常在中国北方夜空中出现的奇特螺旋状云层或发光尾迹，其实大多是军方在测试东风17高超音速导弹，或者是进行反导拦截试验。中共的军事发展高度依赖这种黑箱作业的隐蔽性，他们绝对不允许民间的军迷或者科学家去深究这些现象，因为一旦被刨根问底，他们那些自吹自擂的军事神话以及用来威慑周边国家的底牌就会暴露无遗。但更致命的是 UFO 现象对中共统治根基的挑战。大家要知道，共产党的统治哲学是建立在马列主义唯物史观的无神论基础上的。他们宣称自己掌握了人类社会发展的绝对规律，宣称党是全知全能的。在他们的叙事里，党是领导一切的，连农民种地、科学家搞研发，甚至宇宙飞船上天都必须要在党的指引下进行。所以包子也觉得自己能指挥一切。可是如果真的承认天上有一个科技水平远超人类、来去无踪的高级生命体或者未知力量存在，这对中共的意识形态将是毁灭性的。您想啊，这些开着飞碟在天上乱窜的外星人，他们会建立党支部吗？他们在执行星际任务之前会集体学习找人代笔写的包子的各种思想吗？他们会听从政法委和国安局的指挥吗？当然不会。对集权体制来说，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东西就是不可控。如果老百姓意识到在这个浩瀚的宇宙中，中共那套虚张声势的暴力机器不过是井底之蛙，那他们苦心经营了几十年的伪光正造神运动就会瞬间土崩瓦解。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聊到这里，请您动动手指帮忙点个赞，把这期节目转发给更多的朋友，也欢迎您订阅频道，打开小铃铛，我们下期再见。